宋浩然为何宁愿得罪整个德云社，也不愿拜高峰为师？看德云社内部演员对此事的看法。演员在跟高峰老师演出之后鞠躬下台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些个欠妥跟其他的演员不太一样没有个人感觉没有做请的姿势让高峰老师先走。视频中，戴九安并没有过多评论谁对谁错，而是就拜师仪式上的一些细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都说传统师徒制是封建陋习，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徒两人的关系。宋浩然此举显然是没把高峰放在心底。另外，关于外界所传宋浩然是因为没当上大师兄才临场变卦的消息，戴九安也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澄清。他表示，高峰早在收徒之前就已经明确告知了谁是老大谁是老二，根本不存在排序混乱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宋浩然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毕竟这么多年高峰是真心把他当徒弟对待的。收徒仪式上有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高峰4个徒弟上台的时候，郭德纲明显愣了愣，似乎有些意外，为何只有4个人？郎浩辰、苗浩宇、王浩月、李浩洋。跟服务员似的。收徒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可身为主人公的高峰不仅不高兴，还给人一种紧绷着感觉。虽然脸上带着笑，但却给人一种想哭的感觉。特别是宋浩然捧哏的时候，更是全程红着眼眶，似乎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按理说，德云社是一个大平台，而且宋浩然也已经跟在高峰身边学习好几年了，拜高峰为师是最好的选择。为何他在答应拜师之后又临场变卦了呢？看宋浩然事后所发的博文就知道了。收徒仪式结束后，宋浩然不仅改名宋毅，还解释称自己不拜师是因为天资愚钝，性格内向，和其他师兄弟比有诸多不足，所以跟先生商量先认干爹。表面看似自谦，实际上却在说我嘴不甜不讨喜，所以我吃亏了。虽然说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但从之前高峰和宋浩然的直播连线来看，两人的关系确实没有那么亲密。哪儿呢？现在跟家呢，在北京。你在几队呀？你还在咱们这儿？我在3队，我还没退呢。身为师傅却不知道徒弟在几队，可见两人平时很少联系。被师傅如此忽略，宋浩然心里难免有隔阂。只是他错不该答应拜师后又临场反悔。论护短还得看德云社。宋浩然前脚背信弃义扫了高峰面子，栾云平后脚就替搭档出气。6月12日，高峰首次收徒仪式在天津举行，曲艺界久不出山的大人物都前来捧场。然而就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宋浩然却临场变卦拒绝拜师，甚至于拜师帖上仍有宋浩然的名字。然而在拒绝拜师后，宋浩然还立马摘掉高峰给自己的字，改名为宋毅，并称自己永远是德云社的演员。但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哪有这样既要又要的好事？第2天，栾云平就停掉了宋浩然的一切演出，空缺位置让其他师兄弟顶上。如此雷厉风行的操作，可见栾云平有多替搭档抱不平。其实不仅是栾云平，李九春在面对观众询问高家怎么了的时候，也忍不住出言暗讽：我也不大了解内情，了解多少说多少，这东西都很正常。他们这个门户，对不对啊？高老师这门户，这不才开始有一个吗？我们这多了。高家门就一个，我们这儿多了去了，不可谓不扎心。有人说宋浩然不拜师，因为没当上大师兄。虽然当事人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但是李九春在讲解《西游记》的时候，就用师徒之间的故事替高峰出气。这符是您是我哪会？哦，这了您几个徒弟？3、4个。这3、4个徒弟。太那个呀！我说到底是3个，到底是4个？这得谁说的清啊？真不怪李九春如此生气，完全是宋浩然做的太过分了。为了这个徒弟，高峰不仅亲自带着徒弟拜访京津两地各大相声名家，让他们在拜师帖上写上名字，还亲自为徒弟定制了各种礼物。可以说，为了这几个徒弟，高峰费尽了心思。然而宋浩然却直接让他颜面扫地。虽然说高峰从始至终没有说过宋浩然一句不好，但从两人在台上合作的表现来看，高峰显然已经生气了。比我都多，我给大师哥学的。哎，这个呢确实解得好。你大师哥，赶紧！那不是你大师哥，言外之意，你不是不想拜师吗？那自然就不是你的师哥。后面宋浩然称呼高峰为先生的时候，高峰也没忍住再次插嘴：这个掌声呢，其实不是给我要的，给我干爹要的，基本上都是熟悉德云社，还喜欢我师傅、喜欢1队的朋友。您大伙儿呢更好奇的呀，是我跟我先生啊怎么回事？如果不是高峰性格好，别说亲自给宋浩然捧哏了，都有可能当场打起来。为何说拒绝拜师高峰是宋浩然最大的损失？今天这个节目没有外人，都是我们自己人。对，一个是我兄弟，一个是我徒弟。
我们是好好聊一聊。能让郭德纲以老师相称的德云社没有几个，高峰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郭德纲手下的一员大将，高峰不仅有雄厚的相声功底，人品也非常好。和栾云平不一样，高峰虽然身居高位，但甘愿做幕后工作，将抛头露面的机会留给更多年轻人。众所周知，德云社学员都由高峰亲自教导，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所用的教材都出自高峰之手。别说是课本吧，是吧？都是高老师拟定的。哇，郭老师看完以后，就让高老师按这么来了，来改这词儿吧。不仅如此，就连侯震上台报幕的词儿都是高峰写的，由此可见高峰的重要性。郭德纲曾说过，高峰的相声虽然不好笑，但他是直眉瞪眼朝着老艺术家方向前进的。也就是说，高峰只要保持现在的频率，以后肯定也会像他的师傅范振钰一样，成为一名令人惊艳的老艺术家。实话实说啊，咱从中国相声界50岁以下的演员来说，如果说按基本功来说，艺术水平前3名，高峰占2名额。当然，郭德纲对高峰的这番评价也并非阿谀奉承。出生在曲艺之乡的高峰，小年纪就演遍各大相声茶馆。虽然没考到一个好的艺术学校，但他却用自己的毅力和努力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除了相声基础扎实，高峰的快板在业内也是数1数2。以高峰的本事和德云社的地位，如果宋浩然拜师的话，以后的发展肯定不输其他郭德纲弟子。